峰哥，这次中国大动作军演，现在外媒形容什么？因为要掩盖他们中国内部经济非常差的事情。还记得我们前几天才跟大家提到，南京博物馆出大事了。你竟然把国宝卖了，而且我那时候已经说喽，这事情一定会烧下去。结果真的出事了，现在换什么？江西博物馆。现在有人去看，你这东西。你确定是跟故宫借来的吗？怎么是假货啊？好，现在来讲呢，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南京博物馆出事之后呢，变成江西博物馆。那当江西博物馆出事了，你觉得会停在这里吗？因为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江西博物馆的东西也是跟北京借的。对，所以呢，现在来讲，大家都称为这是博物馆事变元年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今年呢，其实是黄庭坚的诞辰980周年，北宋的黄庭坚四大家，另外一个就是谁？我们待会要讲的米芾。好，还有谁？如果大家对这两个比较不熟悉的话，四大家其中一个为首的就是苏轼。大家对苏轼就非常熟悉了吧？所以呢，他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，所以呢，跟北京博物馆借了，江西博物馆借了这一幅米芾的山楂卷。好，刑诉山楂卷展出去之后呢，很多人都慕名到了现场去。到了现场去之后呢，大家就说你这个东西肯定不是真的。这哥们是有把它拍下来的，他就直接说你这个东西很奇怪哦，你在这里正是米芾的作品，然后呢，你直接打了一个顶光，你知道吗？文物是不能打顶光的，为什么？光线对文物对这些书画是有很大的一个杀伤力，所以你去看我们台湾的故宫，其实他们打灯都是打侧光，或是打其他的一个环绕光，不会直接打下去。对，因为文物不能照光啊。北宋到现在已经将近1000年了，你直接顶光这个打下去，那个坏掉的纸会变质，然后呢，上面的墨色也会变质。重点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画面，扫过去，你发现全部的墨色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只有什么时候会是一模一样的？只有我们在小学的时候，发现写下去，发现有一些笔触一撇一捺没写好，你会干嘛？偷偷的拿你写大楷，发现不对的时候拿小楷去补颜色，有没有？你觉得米芾会这样子吗？所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米芾他的一个真迹的时候呢，辛恩，你看它的转折，其实它的墨色有浓有浅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可能一笔一画的时候呢都去补墨嘛。但是呢，你看这一个是去展览馆展示出来的，它像不像是给你临帖用的印刷体？它每一个颜色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它每一个尾、每一个勾都是一模一样的，然后再来这个鹤，这两个也不一样吧？尤其是它中间里面的这个字，都是有一些墨色上的一个深浅变化。你是说它现在这个太完整了？对，完整到这根本是假的。还有其他人也跳出来讲了哦，你看哦，这个危险程度有点高啊。在展览现场，这位老师直接报警，并请来博物馆的负责人要求对质。负责人对刚来这里时自创说：“你们来，谁让你们来的？你们说这是假的，那你们拿真的出来啊！简直是有恃无恐。”可是呢，外面百度了一下，这个老师就放低姿态了。这个老师是谁？就是画面上这一位大雨楼。这个其实他是书法名家，从小就是跟着爸爸学习的。对，所以呢，你知道吗？他说这是假的。那你觉得是真的？那你恐怕得要把它打开来，大家来看看是真迹还是假画。不过现在来讲的话，这幅字画已经把它封存了，不敢拿出来了。而且他厉害，他是冷横语。对，他从小跟着爸爸学书，18岁先后师从，什么各种的人、各种的老师一路学。他是一个中国的权威其实你在过去来讲的话，你要去考一些特殊的证照，可能你的老师就是这个大雨楼老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这个协会的考试培训官的考官，然后书法家协会的会员，辽宁省书法家协会第5届、第6会的理事。所以呢，你想想看。很多的文件、很多的文化都是找他来鉴定的。对，那现在他看出来是假的，而且为什么他隔着这个玻璃柜他就可以直接说这是假的？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这幅画、这幅字恐怕是假的，非常非常的离奇啊！而且你看到他今天出来之后，我们看到这个，现在所有网友说：“哥，你把天捅漏了。”对，你这样真的出大事好，那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大家就在想一件事情：如果这个不是真品，那什么是真品呢？好，看到把这个天给捅大了，结果呢，这个江西博物馆就出来说了嘛，有观众质疑我馆的三古雅集黄庭坚的这个980周年特展里面的米芾行书山楂帖为印刷品。好，我们把它画下来大家怀疑你是印刷品，可是呢，他讲了我馆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组织借展布展，
该展为原件，什么意思？原件什么意思？我们跟北京借的，对。然后呢，我们是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来借展布展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借的就是这一件原件，谁给我们的？北京给我们的。对。所以如果你们觉得这不是真机的话，那你们不要找我们，对，找谁？找北京。我们借来的就是这个。三股雅集里面的米芾的真机就是这个，但到底是不是真机，我们也不敢讲。你去问他，所以你去问他，没错，对，这个就甩锅，都是累的错哈。你去问他们，因为北京给我们的原件就是这样，所以现在大家就吵了嘛。如果真的是借出来是这个的话，那就离谱了。为什么？表示他真的是拿印刷品拿来借给江西。那重点是米芾的东西就是国宝。北宋米芾的字画就是珍藏品，怎么可以不见呢？好，米芾之前有一幅叫《严三明》，严三明的时候呢，发现有拍卖的时候呢，2002年那个时候有一个拍卖严三明，非常漂亮，字体非常的浑厚，拿出来拍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中国大陆是怎么样？用国家的力量筹钱啊。大家一起筹钱啊！02年的时候，最后总共拿了这个多少人民币？大概是3299万，到处筹钱，大概是1.4亿。这一幅1.4亿台币，严三明对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呢，有一个氛围，就是什么氛围？国宝回家的氛围。所以呢，发现外面有是什么？从日本拿到了，然后呢丢到这个拍卖行上面拍卖了。大家是筹钱哦，国家文物局筹钱，筹到多少钱？大概1.4亿台币。把它给买下来，米芾的作品。然后重点来了，如果当初大家是用国家力量把这些字画带回台湾，带回中国，那这些东西呢？这些东西哪里去了？你搞到你要拿印刷品出来展，现在你知道吗？最好笑的是，现在还有一些展览，笑死人呢！这些展览是什么？最穷博物馆来看一下，他们展了一些什么东西？他展了一些解放前的一些物品，洗漱3件套。我先告诉大家，这几个字都没有问题。在过去有各式各样的洗漱3件套，元宋明清都有。可是呢，你看看这3件套是什么？这个不就是10元上面买的一个镜子吗？然后呢，这个不就长柄刷吗？对，洗漱3件套，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工作服。我们想看的是什么？汉代的人他们穿的衣服，你给我一个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淘宝买的吧？然后呢，还有芭比娃娃，那有洗漱3件套，有工作服，什么拖鞋，随便买都有了。对，所以呢，他就说这些东西不用担心不见，不见的话，你家里肯定拿得出来。宇轩，我们刚刚讲，博物馆的东西，国宝都能够直接这样子卖，经济出很大问题，钱到底去哪里？何况刚刚那个讲可能是中央，可能是地方政府去干这样事情，结果市井小民，你看到这画面，竟然在成都的丰田的 4S 店，竟然出现这种自杀的炸弹客。中国最近有涉事，特别是跟所谓电动汽车、跟这种汽车有关的，常常出状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最近呢，刚好突然间有一家 4S 店也一样，理论上来讲，它原本就是包括卖车啊、售后服务等等的，全部包含在里面，就突然间呢，不应该包含的，突然间发生了，就发生爆炸，来一个嘣一个。这个震撼非常大哦！你有看到它整个展示间原本旁边的这种玻璃都是整个帷幕的，也就是说呢，让人家透明可以看得到。结果没想到一震之后，后来事后你走到前面发现，全部整个玻璃碎满地一地，而且呢，现场最可怕的是什么？地上血迹斑斑。代表说他是有人在里面，也就是经营到一半的时候，你看直接整个人坐在地上，另外一边呢就是所谓的血迹，炸得一塌糊涂，包括销售人员，包括现场的服务人员，甚至包括客人都因此而受到波及。结果他们仔细了解之后，发现这个理由实在太离谱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理由竟然是为了订车子。什么叫为了订车子？就是有一个男子54岁，他订了一台车子。而且定金也不多，大概就人民币2万块。结果他后来说因为我尾款这个可能4到5万块，我付不出来。所以我希望可以通融，就是说把我这个原本的定金呢给退还给我。结果4S店呢，他直接跟他讲说 ，no， 我们现在这个东西呢，我们讲只要你下定了，我们就不退还给你。但坦白讲啦，你很多4S店我们之前讲什么，你跟他下定之后，对不对？就他根本不交车，他车子也不卖给你，然后你可能等了半年之后呢，车子还是没来。就后来因为这个人是矿山工人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引线。为什么？作为一个矿工的工人，他一定取得到一种东西。炸药，也就是说他们在挖矿的时候使用炸药，他不知道怎么拿的，因为他们说后来发现他带着一个小包包，
包包里面不知道装什么，来到里面最后一次协商好几个月他的薪资，说希望你退还给我之后呢，就没有办法退给他。随后呢，在下午1点钟左右呢，直接引发了这个事件。所以在对面的店家整个电视机就拍到说，这个整个炸得一满地。这真的是非常扯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笔钱对于他来说，或者是他的生活费，或者是他的救命钱，他这笔钱没有拿回来，他竟然是用他自己的命。他们现在到底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所以各位，对，照我讲一个重点，你要理解，他是为了2万块命都不要了。对，你懂意思吗？现在中国人过得惨到连2万人民币、10万块台币不到，对他来讲都是倾家荡产，会要了他的命。而且你想想看，他是去买车哦，很显而易见，这可能攸关到他不管是他的工作或者他的生计。所以呢，他如果说没办法持续下去，这个钱没办法拿到的话，来，就现场的人听到说，据说是有人销售跟业务吵起来，再来客户就有说。回去拿炸弹来炸你们，来那4个受伤严不严重？底下有认识人说非常严重。换言之，他是带着炸弹，自己命都不要，跟那个4个人叫做鱼死网破，定金不能退造成的。所以后来拉起一大堆封锁线，检方呢也把所谓的相关讯息给我们讲的掩盖起来。但我们讲刚刚那个还算是消费纠纷，这个就有点离谱，这个叫做官逼民反。你仔细看这个地点在哪里呢？这个地点在一个乡下，也就是广西的贺州中山县一个小地方。小地方里面呢，通常都会有一些那种在地的信仰中心。他在喷什么东西啊？来，你知道为什么要喷吗？对，因为这些人呢在搭建庙，结果他派了上百名镇暴警察说：“你们庙别搭了你们这个庙是违建，都给我拆起来。”对然后就喷着这个有毒气体。所以你看这些都是什么？有妈妈，有阿姨，还有阿嬷的，都是年长的，而且很多都是女性的人。结果你知道为什么这些民众这么生气吗？他们当时要修缮这个庙是所有人呢拿着自己的红包钱，可能300块、500块小额捐赠，把它盖起来。就原本盖的时候呢，问地方政府说可不可以盖这个庙，地方政府说可以，你继续盖。就盖到最后，你看都已经要完工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突然间地方政府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劲，说不行，你这个庙违建，我要把你拆了。我都盖好了，你给我拆。对，我问你的时候，我跟你拼了。对，然后很多民众在抗议嘛，结果没想到他们带的是上百名优势警力跟镇暴盾牌的，对这些村民呢开始拳打脚踢，说你这个违建啊，环城道太近，甚至是有在烟雾中呢，有人趁乱被拖走，能不能回来呢都不知道。所以你看看中国地方发生这么离奇的事情，但是有另外一个地方很多怒气不敢对公安，不敢对警察，对谁？对物业管理的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物业管理中心呢，通常要维护小区里面的治安以及安全嘛。那你看，他们现在拿着一个水柱在对中间，那个是谁喷？我跟你讲各位，那个只是个街头艺术表演者而已。他就拿着一个水管对他一直抢，一直抢。但你说宇轩不断怎么反过来？来，你仔细看他先对着他喷之后呢，开始围着他身上绕。他那样很危险，是会把他绊倒的结果没想到那个男的自己跌倒，水管掉到地上。我们讲一个反击，一个反杀了。对，贴脸开大就拿着水管呢对着他脸狂喷。那甚至是连他临近地区拍摄影片的被喷。但是我们讲这个东西都还没有危及到生命安全。这个我就想不明白，在浙江温州呢有一个公寓他只在自己家里面，对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看一堆黑衣男子，这声音超大声的，救我啊！他说我不想死他认为他自己会死，为什么？因为突然间黑衣男子把他拖走，结果后来大家搞不清楚，说不明白，说怎么会被救护车带走？后来了解说在河南有另外一个宇宙地方，原来这些人很有可能都是因为他们有珍贵的熊猫血。什么叫熊猫血？就是 Rh 阴性的血，等于就是说，因为可能有高官的儿子，有高官需要他的血型，需要他的血库，就用这种上手铐的方式，硬生生的人把人当作血袋，从他们家里面，从路上大马路直接把人给绑走。所以对于中国来说，如果连人都是你可歌可泣可侵占的资源，你还有什么人权可言？石龙哥，我们刚刚那个看到画面已经够可怕了，结果你看到在日本的在哪里？北海道，你看到这画面很惊人，暴风雪下来了，就那轰吹来之后，我想说雪那就算了，那风也太大了，那个人是用爬的，要抓着的。对，没错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画面？因为前几天的时候，日本有寒流来，寒流来的时候，原本呢因为我朋友现在也在北海道滑雪，
它在24谷这个地方，原本那时候还没有雪，就被它突然之间降大雪。那这里面来说有非常多台湾人，他们在山顶上面突然之间遭遇到这个暴风雪来，就暴风雪来之后，他们完全傻眼啊！很多人的这个雪板放在那个地方就完全被吹走，他们只能放，我要去逃命对，了。有个雪板就被吹走，然后他们在那边山顶上就完全抱在一起的这个状况，所以它事实上真的非常冷。那这个不只是24谷，还有这个富良野这些地方，都这个视线都非常非常低。对，那你看，而且你看下面还有人哦，对，在拿滑雪板的有没有？对，他说赶快救我，他对是被风吹着跑的，甚至还有人呢站不稳，他只能够匍匐前进这样，要不然的话他可能会被吹倒的一个状况。对，因为那个雪吹起来之后，你真的是完全看不到，但是因为要下来嘛，所以还是缆车还是这样看，不然的话你根本没办法下来的一个状况。那当然也是有人上去继续滑雪，我觉得这也是险象环生的一个状况。但是赵伟你知道吗？这个接下来呢，这个约莫是年初之后呢，日本可能会迎来10年一遇的大暴雪跟寒流会来。好，那我们就讲，实际上日本都是这样子，日本一向的寒流来说，都是以这个西日本，特别是靠日本海这个地方，对，都会降下暴雪的一个状况。为什么降下暴雪呢？因为西伯利亚这个冷气团在来了之后呢，跟这个水汽蒸发上来之后，吹成这个雪，所以呢，这些所谓的日本的迎风面，对，通常都是下非常大的这个雪的一个状况。结果你看到旭川这个地方，对，积雪也太夸张了。对，旭川它在什么？它在50公分对，高。旭川在北海道这个地方，对，它的积雪已经有50公分之高。你看，连这个车子啊，完全这个车子上面都厚厚的一层冰的一个状况。好，那你看这带广这个地方，带广也是在北海道。他就说哇，我们当地的这个雪，你看人是在雪中哦，比人还高了。他现在帮他的车子在清这个相关的这个冰块，所以他这个雪已经积得这么深。那甚至你看，这有人就是他们因为他们路边都会铲雪就把它铲到路边去。对，铲路边去的时候，你看它这个已经堆了跟这个红绿灯，你看红绿灯在这个地方哦，我们可以试想台湾的红绿灯多高，对，它已经雪堆到这么高。你就知道这个雪到底是有多高的一个状况，所以它现在整个北海道这个地方都降下大雪的一个情形。那我就提醒大家，下个礼拜如果你要去日本的时候，特别是你到秋田、新系、金泽这一带的时候，可能都会降下暴雪。那特别我们要提醒大家，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台湾民众去那边都会自驾，对，那自驾其实在雪中自驾是蛮危险的哦，就像它一样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你能见度非常低。再来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台湾没有开过这个雪的这个路，所以你有时候在这个雪地上面你反应不及。那尤其是日本的这个驾驶跟我们习惯不太一样，对，所以他们说他这个有人在开车，你看他说我在开车的时候，暴风雪中我只看得到灯，那个灯到底是在我的前面，在我旁边，我也完全不清楚的一个状况。可是问题是还是会有不幸事件会发生。对，我们讲事实上前几天的时候呢，这个群马就是在日本的群马。在高速公路上面就发生这个追撞的大火的这个状况，直接这样烧，直接连续撞，一共有50台。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我就跟他说，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呢，这个路面，尤其是你还没下雪或者下雪的初期的时候，它路面遇到潮湿之后，冷空气它会结成一层冰，结成如果你是雪还没关系，但你压成冰之后，知道那个完全会失控打滑，尤其是因为你突然降雪，他们原本的日本的一般的这个运输公司，它都会换上雪胎，或者会加上雪链，但是因为你突然之间降雪的时候，它还是玩原本的胎，对，原本它不是雪胎的时候很容易打滑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耀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